杨紫讨论了节目的模特选择。以前靠的是内容，靠的是团长，现在靠的是对手的艺人。很难想象，一个当红的艺人已经很久没有再有一部电视剧和大家见面了。然而这件事发生在杨紫身上，大家却没有责怪杨紫，反而为杨紫心疼。杨紫谈及评判规则时表示，以前看内容、看主播、看创作团队，现在同样看重对手艺人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杨紫有这样的变化呢？杨紫谈选择规则，这是因为杨紫原本有2部剧可以交流，但因为对方艺人的问题，一时半会儿没能上线。一是余生帮肖战多多指导，二是帮吴亦凡上绿发家。这2部剧的后期制作已经完成很久了，但是迟迟没有播出，都是因为合作演员出了问题。现在肖战的问题已经成为过去式的遗留问题，逐渐卷土重来，请多多指教。直到我生命的尽头，应该很快就有通畅5组的选项了。尽管如此，吴亦凡与绿扣子的联手，还是让网友们对杨紫有了压力。由于吴亦凡不断吐槽最近被爆出玩弄未成年少女，吴亦凡表示将起诉泄露消息的杜米珠，但最终结果如何仍存疑。目前众多网友抵制吴亦凡绿发家能不能传出去是个问题，所以网友们对杨紫的认同度是肯定的。杨紫现在其实需要去对方艺人那里看看。杨紫以前对自己的男伴并不是特别挑剔，所以在她出名的时候，也能和很多名不见经传的男艺人合作。然而，经过这2个例子，杨紫不去关注对手艺人也是不可能的。反正拍摄组辛苦了一阵子，最后的戏也赚不出去，自己有空档期，当然是得不偿失了。好在杨紫是一个很会追的人，所以她也用剧场版的方式弥补了后2年在影视方面的机会。02传肖战2度客串观察不止，严冰云工作大变。自11月观察余年第2次宣誓后，演员阵容一直是外界猜测的根本对象。综上所述，第1季的亮点与史诗般的豪华演员阵容，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的一流新秀的精彩表现密不可分。如果下个赛季在工作上出现重大差异，那么大部分人群可能会在传输之前丢失。目前可以肯定的是，扮演下流清军的陈道明肯定已经阻止了这个组织，谁来接班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。总而言之，陈道明笔下的青青创作者感悟颇深，其他人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。此外，陈道明的演讲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个人风格，不管别人的演技比不上陈道明2流，都拍不出能联想到陈道明清军造型的画面。如此一来，青团长在艺人上的不同，根本就等同于重启工作，随之而来的巨大违和感是不可否认的。第1季最出名的配角除了清军，当属当家小生肖战饰演的严冰云了。严冰云虽然戏份不多，但从38集结尾就厚厚的出现了，他把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恢复和跳跃上，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卑鄙的笑容。显然，观察余年在录制的同时，第1个剧情就是严冰云会在正季中登场，之后的1季直接进入双男主模式，范闲和严冰云体现蔚蓝观察余年世界中的忘极，既何谓无限，紧握双手，深情收获流量。而肖战却在观察余年未播之前就已经成名，直接一跃成为娱乐圈的制高点。在偶数，如果他被聘为下一个男主，创作成本不会直接引爆，但粉丝们不会承认。总而言之，为了自己的粉丝，粉圈可以毁掉，直到组织死掉。于是，2个男主的安排直接落空了。严冰云该如何去处理这件事，就变得扑朔迷离了。近日，有人在网上爆料，严冰云仍由肖战饰演，只是客串不多。如果新闻是真实的，这是处理他的最佳方式。对于节目的狂热者来说，一开始并不被认为是非凡人物的严冰云只是擦肩而过。对于肖战的粉丝来说，大咖的出现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场景越少，外围的争夺就越少，虚空容器的压力也就越小。此外，肖战的访客执行是第2季开始与第1季结束的最佳衔接方式。总之，通向圆满的方法就是严冰云一剑斩范闲，然后范闲假装过去。
不应该对下个赛季说些什么，这个按钮必须得到完美的解释。第1季结尾，范闲被捅了个大窟窿，然后吐血倒地。第2季直接说范闲其实并没有被刺，只是做梦，包括严冰云的脸也是幻觉，其实跟肖战那毛钱没关系。这种胡说八道，再好脾气的观众也得骂。万合天一的恶搞剧可以这样拍，但《庆余年》就不行了。此外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电视剧将严冰云的真实身份改成了肖恩的外孙，本该姓肖，这无异于绑定了演员肖战。如果换成其他演员，违和感一下子就满了。严冰云第2季剧情推测，严格来说，肖战饰演的严冰云与原著小说的吻合度很高，至少在80%以上，甚至比男主角张若昀还要高。小说中的严冰云有2个特点：第一，他长得帅，帅的连范闲都有些嫉妒。肖战虽然算不上全宇宙无敌帅哥，但在剧版所有角色颜值都被拉低的前提下，肖战饰演的严冰云也可以坐稳最帅哥的称号，这与原来的一样，基本恢复了。2是没有表情。小说中，严冰云无论是在从事特务工作、被审讯时，还是回到南清家中居住时，小严先生始终是零表情。首先，这是顶级间谍人员的素质，绝对没有人能通过他们的表情读出他们的真实想法，所以表情和台词完全不符。在小说中，范闲觉得和严冰云说话特别尴尬。2来，严若海从小就是这么教他的，可怜巴巴的也能表现出惊讶。我们有钱人说话都是面瘫，所以肖战的面瘫让小燕的冰霜人格恢复了。小说中，严冰云并没有挥剑刺向范闲，而是跟随任务小队顺利地回到了南清。途中遇到众女陈婉儿，严冰云将她带回南清国。所以第2季严冰云的剧情极有可能会表现出他和陈婉儿之间的虐恋，当然会尽量徒手处理。毕竟顶级客串是按秒计费的，太无聊就等于烧钱。电视剧第1季给冲冲加了不少戏份，让他变成了范闲出使北齐的大，也让他变成了陈婉儿的弟弟，忠臣将军、忠臣将领。北齐，陈冲没有小说中那么大的权力，锦衣卫不是南清监察院的对手，镇抚司统领也不过是个小特务头子。冲本人也是贪财贪利的贪官，勾结南清长公主李云瑞走私出卖北齐利益。至于小说里的陈婉儿，比电视剧里还要惨。严冰云潜入北齐上流社会后，凭借着绝世的容貌和惊人的天赋，再加上他长袖善缘的牛皮癣，严冰云很是高兴，几乎赢得了北齐一批名媛贵族女性的青睐。但严冰云不想让自己的交际圈太大，毕竟他接触的人越多，暴露的风险就越高。所以严冰云准备锁定一个目标，搜集情报。这个目标必须满足3个条件：第1是脑子不太好，容易被忽悠一瘸一拐；第2是专心致志，有饭圈妹思维模式；第3是就算明知道是在骗他，也会义无反顾地上圈套，跳进去。随后，陈婉儿便进入了严冰云的视野之中。在严冰云勾打陈婉儿之前，陈婉儿已经是严冰云后援会的成员了。严冰云冲榜、空瓶等各种应援，俨然一个疯疯癫癫的无脑追星女郎。对于这样的女粉丝，严冰云只要回馈一点点，陈婉儿就能得到100倍、1000倍的回报。说起来，冰云不仅给了陈婉儿一个亲笔签名和一个拥抱，还直接给了陈婉儿一份婚约。陈婉儿顿时当场炸开了锅。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女人，居然可以让 GIE 发帖，这是锦江双文都写不出来的夸张情节。于是陈婉儿对严冰云为所欲为，从沈仲那里窃取了各种军情资料，送给严冰云当后援。大多数时候，他甚至懒得问原因，甚至偶尔陈婉儿也会虚弱质问冰云：“你是个文才，怎么成天向我要军情？”严冰云随口答道：“我打算以这些资料为素材，连载军事题材的小说。”陈婉儿一听，尼玛顺理成章，然后更加疯狂地帮他窃取情报。严冰云的情报直接让南清在军事上压制了北齐。如果李云瑞后来没有卖掉严冰云，
严冰云就会让南清将北齐迁都。哪怕严冰云身份暴露，陈婉儿依旧保有追星少女的执着。她不在乎严冰云对她的利用，每天只想严冰云给她一个肯定的回答：“你爱过我吗？”严冰云直接摊牌，爱单单面就是在利用你。陈婉儿却用粉丝滤镜处理成哥哥一定是不想伤害我才说的，其实他是爱了他的心却说不出口。这边陈婉儿还在和严冰云打情骂俏，沈仲那边已经倒霉了，罪魁祸首就是陈婉儿和南清情报人员的勾结。其实北齐太后和战斗斗皇帝早就想搞正事了，战斗斗觉得这件大事有些失控了。再加上他与南清勾结走私，侵犯了北齐的利益，有必要将他斩杀，以作表率。太后这边则是因为旧怨，始皇驾崩，太后和皇上孤立无援，他们被一群皇亲贵族逼入宫中，欲杀母女夺位。当时太后去找冲冲求救，冲冲不动。后来苦和大法师下来，指着宝座说：“除豆豆外，谁敢坐这个位置，必死无疑。”吓退了万千叛徒。所以皇上和太后要杀了陈婉儿，而陈婉儿这个没脑子的追星人，竟然把这么顺手的刀交给了他。于是太后就动用了与陈冲有仇的上山虎来刺杀他，在一个雨夜的街道上。之后，上山虎被虚伪的软禁起来，数十项罪名加在陈冲身上，随后全家200多人被杀害。全家覆没的陈婉儿心里还是牵挂着兵哥哥的。他偷偷溜出陈府，守候在南清使团车队的路上。严冰云见这丫头已经在发呆，再加上他毁了他的家，心一软就带着她走了。回到南清后，严冰云也不知道拿陈婉儿怎么办，他再可怜也是北齐的2代官。再说了，陈婉儿变幻莫测的脑回路，他发疯的时候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家人被灭门。现在我是他的白月光，暂时还能控制他，万一哪天陈婉儿有了新的欧巴，对方想利用他来收拾他，那严冰云他们家也不会甚至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。于是严冰云最终做出了一个看似残酷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决定，那就是将陈婉儿用铁链锁在自己的家中，不准她与外人接触。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陈婉儿，也是为了保护老严家族的几十名成员。那陈小姐一身侍女的衣服，双脚被脚镣铐着，拖着一条长长的铁链，铁链的末端在房间里面，看样子她是被严冰云锁住了。起床，这部分应该是第2季严冰云的主要角色，而且小说中对两人虐恋关系的描写也很写意，基本没有台词，就是严冰云陪着陈婉儿在一场雨中那天，一起看着院子里淅淅沥沥的雨。两人唯一的交流，就是在水滴的折射中看到对方的身影。当然，其中一个是刚回京的小燕先生，另一个就是逃到千里之外的陈小姐。两人坐在椅子上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看对方。两人只是将目光投向了雨水之中，仿佛在期待着这由不停歇的雨水编织而成的珠帘，能够将两人的目光折射回去，投射到对方的眼皮之中。对于这种 PPT 式的剧情展示，肖战的演技完全可以，也能满足粉丝崇拜弟弟盛世美颜的心理需求。严冰云原著最后的结局，在小说中，严冰云的真人真事大爆发。其实那段时间是长公主叛乱结束，三皇子继位为太子，范闲直接登顶，成为庆国第一大臣的时期。此时，庆帝为了打压范闲，在朝中培养了7名青年才俊，即所谓的7君子，在各个方面制衡范闲。冰云是7君子之一，他的目标是夺取范闲对监察院的控制权。但严冰云表面上对庆帝忠心耿耿，内心却视陈平评为偶像，最高追求就是庆帝的利益。所以他选择不在擂台上与范闲交手，而是利用擂台的机会，在范闲和皇帝之间寻找平衡点，避免两人的斗争引发清朝内乱。陈平平被庆帝凌迟处死后，范闲被迫与庆帝彻底决裂，父子展开生死博弈。严冰云接手了监察院，控制了几个打算替陈平平造反的老人，阻止了贺宗纬杀光监察院所有长老。此外，严冰云还阻止庆帝潜入监察院，阻止监察院沦为庆帝的私人特务。
在范闲第一次刺杀庆帝失败后，严冰云果断将范闲藏在了自己的假山中，避开了庆帝的搜查。可惜后来被陈婉儿卖了，严冰云只好偷偷将范闲送往北齐。大结局，范闲杀了庆帝，新帝李承平即位。严冰云掌管的监察院，很大程度上走的是陈平平那个时代的老路。不仅为新皇干尽各种脏活累活，严冰云还借助监察院的强大势力制衡皇权，不让皇上沦为杀戮无边的暴君。所以后半段，严冰云竟然取代了陈平平，成为了2代黑魔王，人品和精彩场面不亚于范闲。不过从电视剧的缓慢拍摄进度来看，这部分戏至少会在第4季之后。届时，肖战很可能已经踏上了第4季的征程，他将无法再饰演年少气盛的萧炎了。